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Presley， 老八在厨房领到了自己的餐车，需要送到餐厅的6号桌。在门口，老八故意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发现其他的护工已经开始替那些老者品尝饭菜了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些老者用力地吮吸护工使用过的餐具，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陶醉。陶醉？咋的？护工的哈喇子上有蜂蜜呀，尝到甜头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脏！老八慢悠悠地推着车来到了6号桌，拿起了第一份食物，准备尝一下温度，却在这饭盆的下面发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5，请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不要违背他们任何意愿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规则6，身穿黑色衣服的老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太好。规则7，为保证老人身心健康，我们为老人准备了丰富的精神娱乐活动，即欣赏护工下棋，请开动脑筋，展现你的聪明才智。哎，发现疑点了啊！规则5是个突破口。规则5前半句是满足老人的需求，红字看似是同样的意思，这都跟规则1这个绝对规则相悖，所以还是无法区分红字的好坏。但其实不严。首先，规则5红字是不要违背任何意愿，这个任何这俩字就非常的绝对，这个才是跟规则1相悖的。但去掉红字的部分跟规则1根本不冲突，这个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啊。你只需要知道现在红字大概率是坏的，既然它是坏的，那咱们就不用尝。哎，你爱吃不吃，他们嘟囔啥你也别吱声，就这么干，先看看他们能啥的。老八放下了拿起的勺子，直接将餐盘端到了桌子上。几个老人顿时疑惑地看向老八，老八直接忽略了他们的眼神，放下所有餐盘后推起小车就跑。另外，你看看规则6里头提到的这个黑衣服的老人都在啥地方？老八推着餐车四下走动，终于在餐厅的一角发现了几张桌子，这些桌子上坐着的都是身穿黑衣的老人，照顾他们的护工心不在焉，有些甚至玩起了手机，而有一些甚至在强行给那些老人喂水喂饭。奇怪的是，穿黑衣服的老人大概有20几人，却全都坐着轮椅，不会说话，眼睛里写满了惧怕和绝望。被人强行喂饭的老人用力地摇着头，饭菜抹到了他的脸上和前胸，护工却用勺子撬开他的嘴，强行往里灌汤。锋利的勺子边缘将老人的牙龈戳得血肉模糊，老人却只能无助地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所有的黑衣服老人都不能说话，而且全都坐着轮椅，这里头肯定是有线索。你这么的啊，你也上去帮忙，你就帮那个正在喂饭的护工。规则里头没写不能干预其他人工作，大概率是不触犯规则，而且你不要直接干预，你就站在他旁边，你看他怎么办。老八推着餐车来到了那强行喂饭的护工身旁，这护工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，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用无神的眼睛打量老八，随后嘴角出现了一丝笑容，这笑容并不僵硬，似是发自内心。他将手里的饭菜递给了老八，随后拿起了一个杯子，快步离开了。老八看着护工离开，有些发愣地看向黑衣老人。黑衣老人嘴角流着血，先是惊恐地看着老八，似乎是看到了老八眼里清澈的愚蠢和憨实，他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竟然勉强从身下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，艰难地写起字来。老八从颠倒的角度一时间没看懂老人写的字，但清楚地看到老人是写了7个字。可是当老人将纸条交给老八时，老八却只看到了6个字，上面写的是我想死，帮帮我。哦，你看着他写了7个字，但是只有6个字。你看看这几个字之间有啥明显的间隔吗？的确，在我和想这2个字之间有一个突兀的间隔。那你现在就当着这个老人的面把这6个字念一遍。老八轻轻地念了一遍纸条的内容，老人却突然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剧烈挣扎着从老八的手里夺回了纸条揉碎。他重新写下了7个字，但当老八拿起纸条时，仍然是那6个字：我想死，帮帮我。不用给他了，这显然是个怪谈的陷阱，我们现在已经掉进这个陷阱里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啊，我们现在必须杀了这个老人，才能不触犯规则，因为规则5说的是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这个老人没有说不包括黑衣老人，那就是包括。
不管他纸条的内容是不是他原本要表达的，但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这个，所以必须满足这个需求。可老八说规则一说的是可以无视老人的话，这就是我为啥告诉你规则5和规则1不冲突。规则1说的是无视所有老人的话，而除了说话之外，写字也可以传达信息，所以只要不是说话传达的信息都必须满足。别犹豫了，今天这个人必须得死。